最近啊，这外媒和自媒体呢在热议一件事，就是常驻日本横须贺的里根号航母啊，疑似发生了核泄漏，而且还有人居然就说这都是因为中国的原因导致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这个消息啊，要说起来是热议了好几个月了。那最初的时候是在3月份的时候，在一个推特上有一个自己取名字叫艾利克斯 H 啊，他在这个发推啊，他自称啊他是里根号上的一个水兵。后来查了一下，里根号的水兵名册里边呢，确实有一位叫做艾利克斯霍特尼斯的这么一位水兵，他是个机枪手。如果按照名字缩写，那可不也就是这个艾利克斯 H 嘛？不过呀，你现在还没法确认这位机枪手就真的就是发推的这一位。他具体说了个什么情况呢？他说这个里根号航母啊，其实在2月份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核泄漏事故，虽然不是很严重，美国呢也就派人来这边维修过，可是维修没有维修好，于是呢，美国的这个第7舰队以及美国的海军就开始这个捂盖子，这消息它就不能漏出去。但是这个事情呢，却已经给里根号上的官兵啊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在这期间呢，日本也很关心这个事情。美国呢还请了日本自卫队的一些所谓的核专家上到船上一起来查看怎么回事。不过据这位艾利克斯 H 说呀，说这个日本的这帮人呐，他根本就不懂这些核技术，日本哪有这个技术啊？他们对这个东西转来转去，什么也说不出来。从这个事实上我们来看，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核泄漏呢？现在你还真是不能确定，因为这个只有啊他们舰上的人以及日本第7舰队他们心里是最清楚的。不过有几个情况我们倒还真可以看一看啊，这种可能性还真的是有的。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我们看这个里根号航母，它的维护状态啊，确实是比较差。你还别说里根号航母了，就是整个在横须贺这个地区，美国第7舰队这个维修状态都比较差。以前呢，我还经常会去一下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很明显的，那里面有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和日本第7舰队的。这个第7舰队这个船的维护啊，真的是比较差。朋友们有机会去到横须贺参观它军港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实际的情况啊。第二一个来说呢，就是现在讲在2月份的时候呀，美国在这个里根号航母上确实组织过一次防核泄漏的一次演练，那么是不是就真的和这个核泄漏是有关的？这种可能性你也不能排除。第三呢，就关于现在美国用的这个各种核动力反应堆吧，就像它这个 A4W 这是航母用的，还有那个 A6W 的这个反应堆，这是核潜艇用的哈。美国西屋公司生产这2种堆的这个质量啊，一直有各种的争议。而在99年的时候，后来到了00几年的时候，他们潜艇用的 A6W 堆啊，也确实发生过比较严重的事故。那就是说现在啊，里根号用的 A4W 的这个核反应堆啊，它的质量上确实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所以从综合各种情况来说，可能还真的是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它在2回路的时候出现了跑冒滴漏，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核污染，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而且在横须贺这个地方，它是没法进行维护的，因为航母的维护主要是分4级嘛，像核反应堆，包括这个2回路的维修，是在横须贺它做不了的。那这件事呢，虽然不能确定啊，但是现在已经外媒就有人炒啊，特别是自媒体上说这个都是因为中国造成的。你说和我们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他的理由就是说呀，因为中国近期啊，在南海地区，在西太平洋地区频繁的进行各种这个军事的部署和军事的演练，就导致美国不得不这个频频的出动航母维护这个地区的秩序和地区的和平，所以这航母顶不住了，可能就出问题了。你要说这个说法虽然是甩锅给我们，它倒也真是事实。美国这个里根号航母啊，确实是在超负荷的进行部署，那缺少维护，导致它产生这个核反应堆的这个一些事故啊，它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这跟我们是毫无关系的呀，因为到底是谁在破坏这边的地区的稳定和和平啊？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不过也不用管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如果说是我们在这边各种的军事上的部署和演练，美国非要盯着来，自己把船给玩坏了，那更好，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但是这个锅你别往我们头上甩，你才是这个地区最不安定的因素。而且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你现在这个到底有没有事故，到底有没有出现核泄漏，你这个东西是要公布出来的。你看当时这个前2年
美国这个海狼号、康涅狄格号不是在南海梆一下就撞上去了吗？自己撞到这个海底的一个什么上头去了啊？然后呢也不公布情况，那这么严重的碰撞，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些核污染的情况呢？啊，这一点上来说，美国是很不负责任，也不公布这些情况，那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威胁啊！你再加上日本，你像日本本身，它那个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它直接就往海里排，根本就是一种对环境、对周边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这么一种情况之下，你当时应该首先检讨一下，你都在这个地区干了一些什么。